我们脸 US Law 本地法律第一频道，记得订阅我们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获取最新视频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洋律师。今天我将会为大家讨论一下，我们在递交正式庇护的时候，证词是应该长一点好呢，还是短一点好？很多客户在咨询我的时候会问我这个证词要不要写很长，因为很多这个经验丰富的朋友给他提一些非常有用的建议，告诉他你在这个递交庇护的时候，证词千万不要写太长，如果写太长呢，会导致你面试时间过长，而且移民官会问你很多问题，你在回答的时候很容易出错，露出马脚，导致面试被拒。但事实上呢，并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在做一个政治庇护的面试时候，时间大概是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左右。所以说呢，并不是说你的证词写得很简短、很空洞，移民官就不会问你相关的问题。所以说总结下来就是，你不写不等于移民局不问。所以我们在建议客户在写证词的时候，一定要加入一些这个时间、地点、人物以及事件整件过程的细节，例如你有没有被打。如果你被打呢，被打了几下，你都清楚地写在证词里，因为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是移民局在面试的时候会问你的问题。如果说你没有写在证词里，自己没有准备，移民官问你那你被打了几下，然后你说你被打了5下，然后过了半个小时，移民局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又问你相关的问题，你那时候又说可能打了7下，那这下子你就这个对你的面试就很不利了，因为你前后的回答是矛盾的，是不一致的。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个庇护证词的时候，建议客户把一些重要的细节一定要加在这个证词里，因为你加入证词之后，你在面试前肯定要准备看证词、背证词，这样子的话，移民官在问你的时候你是有准备的，那你的回答就是都是一致的，不担心说这个会前后矛盾，导致最终这个面试被拒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这个思维差异。中国人会觉得我这个很多事情我要回答的模棱两可一些，这样可能会更有真实性。比如说这件事可能是2-3天，或者是10几年前，或者是大概是什么时候。但美国人是不是这么认为的？美国人认为你一个政治庇护的申请本身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，你在做这件申请的时候，一定要就是做了很好的准备，对你以前发生的事情，你是要有一定的去回忆啦，或者搜集资料啦，以及在律师的辅助下啦，你是要把这些细节去包括在你的证词里的。如果你所有的重要的一些细节都是模棱两可的话，那移民官第一反应就是你在撒谎，你说的这些东西都不是事实，那这样的话会对你的面试有非常不好的影响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写证词的时候会建议客户，就是当然一些背景内容我们可以把它大概的概述，但是在这个重要的事情方面，我们一定要把细节写得很清楚。一个是移民官看了会觉得你的东西真实性增强，一个是你自己在有准备的情况下，你面试会更容易前后都是一致的，对你的面试成功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希望今天的视频可以帮助到大家，谢谢。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，那就帮我们订阅、点赞、分享吧。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。